你敢相信吗？就在所有人都毫无防备的时候，新元兑令吉突然像坐上了火箭一样，瞬间冲上了半年来的最高点。现在一新元竟然已经可以稳稳兑换到 3.1930 令吉了。听到这个数字，你心里是不是咯噔了一下？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难道真的是马来西亚的经济出了什么大问题，导致马币一落千丈？还是说，新加坡的经济突然迎来了史诗级的爆发，让新元变得这么值钱？最近这一轮汇率变化，起点其实不是新加坡，也不是马来西亚，而是美联储。为什么远在美国华盛顿的一张薄薄的美元利率决议，就能让新加坡人的钱包瞬间鼓起来，购买力当场暴涨？为什么令吉这段时间会连续承压，仿佛怎么也抬不起头？为什么放眼全世界，全球资本现在都越来越偏爱新元？美元资产的吸引力被重新抬高，美元指数随之走强。美元一强，压力就不会只落在一个国家头上。欧元、日元、韩元、人民币、令吉几乎都要面对同一件事，资金更愿意先回到美元那边。所以这轮新元兑令吉的上冲，表面看是新马汇率，底层却是美元周期在发力。这也是全球金融体系最现实的一点。很多时候，决定亚洲货币短期命运的，不是亚洲本地新闻，而是华盛顿一句比预期更硬的表态。但同样都是面对美元压力，为什么这次令吉更吃亏，新元却扛得住？差别就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防守方式。新元和令吉都要面对美元走强，可两边的防御系统不是一个级别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新加坡的货币政策框架跟多数国家不一样，大多数央行是用利率来管经济，升息、降息，大家都熟。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核心工具不是政策利率，而是汇率。更准确地说，是通过管理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区间，去稳定物价和经济节奏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新加坡高度依赖进口，能源、食品、原材料很多都从外面进来。如果本币太弱，输入型通胀会很快传到生活成本。所以对新加坡来说，守住货币稳定本身就是守住物价稳定。也因为这个框架，新元长期给市场的感觉是波动相对可控，而且倾向稳中偏强。令吉就不一样了，令吉会更直接地受到国际资本流动、外资持仓变化、大宗商品价格、全球风险偏好，还有市场情绪的影响。只要美元一强，资金风险偏好一降，令吉通常会比新元更容易承压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，同样遇到外部风浪，一边是有完整防波堤的港口，一边是更开放，也更容易被浪打到的海岸线。所以这次不是新元特别夸张，而是它的制度设计本来就更适合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时守住阵地。可汇率走强，归根结底还不只是制度问题，背后其实是资本在用真金白银投票。汇率本质上更像一场持续不断的信任投票。资本最怕的不是成本高一点，而是规则今天一套，明天一套，今天能算账，明天连风险都算不清。对大型机构来说，稳定的赚 3%， 往往比先赚 5% 再亏 20% 更有吸引力。过去几年，新加坡拿到的正是这种信任溢价，家族办公室持续增加，财富管理业务扩张，跨国企业把区域总部放在这里，科技、AI、半导体相关投资也不断往这里集中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全球资金眼里，新加坡有几个特征很稀缺：规则清楚，法律体系成熟，金融基础设施完整，政策执行稳定，货币也相对稳。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不热闹，可一到全球波动加剧的时候，价值就会瞬间放大。于是你会看到一个很典型的循环，外部越不确定，越多资金想找安全港，越多资金流进来，新元就越有支撑，新元越稳，市场对新加坡的信任又会更强。这个循环
正是新加坡金融中心地位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这次新元走强，不只是数字好看，而是在提醒市场，资金正在继续把这里当成停泊点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令吉偏弱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输，相反，柔佛可能正准备迎来一波很现实的红利。汇率一涨，很多人先想到的是令吉贬值带来的压力，但站在柔佛的角度，故事没那么单线条，因为强势新元往往会直接变成新加坡消费者更强的购买力。以前1000新元大概换到3000令吉出头，现在接近3200令吉，差出来的这200-300令吉对跨境消费来说非常直接，吃饭可以多点几道菜，买日用品更划算，带孩子去短住、看牙、做体检、上培训班，预算都会变得更宽。于是大家熟悉的画面又会回来，周末关卡车龙变长，柔佛商场人更多，餐厅排队更久，酒店入住率往上走，美容、医疗、教育、零售都会被带动。很多柔佛商家其实很清楚，最能刺激生意的不一定是广告，而是一轮汇率突破，因为它会把新加坡人的消费意愿迅速转成真实订单。所以新元升值并不是只有新加坡一边受益，对柔佛来说，这可能意味着一轮新的消费潮，甚至带动当地服务业和商业地产的活跃度。可市场现在真正盯着的，已经不是柔佛周末会不会更热闹，而是一个更敏感的数字 3.20 会不会被拿下。 3.1930 本身不是终点，真正让市场紧张的是它离 3.20 已经只差临门一脚。汇率一旦碰到这种整数位，意义往往不只是数字变化，而是情绪会被放大。因为心理关口一旦被突破，市场会开始讨论下一个目标，而不是上一个原因。接下来走势主要看3个变量。第一个还是美国利率，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偏鹰，美元大概率还会有支撑，亚洲货币整体都不会太轻松。第二个是全球资金流向，如果地缘风险升温，或者全球市场波动加大，避险情绪一上来，新元这种相对稳的货币通常会继续受益。第三个是马来西亚本身的资金面和经济信心，如果外资重新回流，出口、投资、政策预期改善，令吉就有反弹空间。可如果资金继续外流，市场信心又不够强，令吉压力就不会很快消失。这次新元走强，不是新加坡突然一夜之间更富有了，而是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时候，越来越多资金愿意把新加坡当成安全港，这才是最值得看的信号。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，很多时候拼的也不只是资源，不只是人口，不只是成本，而是谁能持续拿到信任。因为信任一旦形成，它会流向股市、债市、企业总部、财富管理，最后也会体现在货币上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新元真的突破 3.20， 甚至往 3.30 走，你觉得最大的赢家会是谁？是新加坡消费者，是柔佛商家，还是提前布局的全球资本？把你的判断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拆解国际经济、金融和地缘政治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订阅频道。下一期我们继续聊透新闻背后的底层逻辑。